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主持人 Big Joe。那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、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频道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哟。今天呢，我想分享一个对我个人非常有帮助的一套心理学理论，叫做 MBTI 16型人格分类。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是因为这个东西对我本人有很大的意义。那这个呢，就说到我的小时候。我小时候的时候啊，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我呢跟很多的其他人都不太一样。那有的时候呢，我就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跟别人不一样呢？我是不是一个有问题的人？我是不是一个要像别人一样才行的人？那这点上对我呢有很大的一个困扰。直到我做了 MBTI 这样的一个人格的分类测试以后呢，我才知道原来我所属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分类，其实呢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分类。我的这个分类呢，大概只占所有人口的3%到4%，那跟其他的分类比起来，确实是一个非常少的一个族群，所以才理解了原来我是跟别人不一样的。而且由于你越来越了解你自己，你就越来越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，自己应该怎样去接纳自己。这个呢又回答了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人都跟我说，像 Big Joe 啊，你经常说我们要去追寻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追寻适合自己的事情，我怎么知道我是什么适合的呢？你要做一下这样的一个性格的测试呢，你如果了解你自己呢，这样就可以帮助到你说，我是这样的人，因此呢，我比较适合做这样的事儿。那么这个呢，就能起到关键的作用。那么现在就让我来娓娓道来，什么是 MBTI 人格分类。MBTI 人格分类呢，叫做 Myers-Briggs Type Indicator。那这个最早呢是从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尔荣格那里出来，然后后来被其他的心理学家不断的这样一个优化，然后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人格分类的方法。那么它有4个维度来对你做一个测试，我等会来一个一个的讲到，然后会把人总共分成16种类型。如果你想要做这个测试呢，你可以上这样一个网站，什么网站呢？叫做16personalities.com。那这个网站既有英文也有中文。那回答一些问题你就知道，等会会讲具体应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。那首先呢，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6型人格分类里面的4个维度分别是什么。第一个维度叫做内向还是外向，内向还是外向，那叫做 E 或者是 I，E 就是外向， I 就是内向。那 E 和 I 呢，这个东西怎么来区分呢？它不是说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说的人，他就是外向；这个人他不喜欢说就是内向，这个是不准确的。应该说一个人他是如何去获得能量的。如果他获得能量的方式是向内的，比如说自己一个人独处，或者是通过读书，或者是自我思考来获得能量，而和人交往的时候去失去能量，是使用能量的，那这个呢就是内向。如果这个人呢是不断的与人交流，他越和人交流他越有能量，他通过和人交流获得能量呢，这个就是外向。那这个是第一个维度，叫 E 和 I， 外向和内向。第二个维度呢是 S 和 N， 叫做什么呀？感觉和直觉。那这个呢是取决于一个人怎么样呀获得信息的方式。那感觉的人呢，他们就比较喜欢非常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样的一些东西，而直觉的人呢，他们会去思考一些非常虚的东西，跟不一定那么脚踏实地，不一定那么看得见摸得着，可能会更加远一点的这样的一些东西。那这点呢，我个人的理解呢是 S 和 N 啊，是虽然说这个东西非常抽象，一个呢是非常的讲究这种感觉上的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一个感觉是直觉上的这样信息收集。但是这个东西如果你真的去理解的话，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野，就是一个人他到底是看重的是他非常能够实实在在的东西，还是他看重的是非常虚的东西。那这个呢，包括我自己观察在内，是一个非常好的去看你和什么样的人能够合得来，跟什么样的人能够怎么样呀，非常好的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维度。第3个维度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什么呢？ Thinking 和 Feeling， T 和 F。T 和 F 呢就是思考和情感。那思考呢 ，Thinking 呢就是更多的是分析的，更多的是怎么样呀？
理性的，而情感呢更多是感性的，更多是偏重自己的体验的、体会的这样的一种方式，我们可以简单说来就是理性和感性。第4个维度呢叫 P 和 J， 是人们做决定的方式呢是这个判断式的还是直觉式的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是 J 呢，一般这种人呢就非常的有很强烈的判断性，喜欢讲究非黑即白，然后呢做判断的时候呢比较清楚。而 P 的人呢，一般来说是一种比较开放性的一种决定的方式，就是有的时候不会说是非黑即白的这样一种方式。而且 P 的人呢，一般来说呢是那种不是特别的有组织性，然后不是非常的这个把自己的东西整理的井井有条。但是 P 的人呢，一般来说更加有有灵活性，更加的有创造力。而 J 的人呢，是非常的有这种组织性，而且定计划都能够经常都能够完成的这样的风格，就是 J 和 P。那么根据这4种不同的维度，如果你测出来了之后呢，就会变成一个这个4×4=16的这样的一种风格。就比如说有的人是 EFTJ， 有的人是 INTP 等等之类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。然后呢，他会给你一个你是什么样的风格，以及你的适合做什么，不适合做什么，你有哪些优点，你有哪些不足等等之类。那这个呢，其实你只要去这个网站16personalities.com， 不管是英文还是选择中文都可以做一个测试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要讲一个就是对于这个测试做的一个要点。因为呢，我本人曾经做过这个测试，做过很多次，而且一开始的答案呢跟后面是有点不一样的。那现在我做是比较稳定的，但是呢，我一想想看，我以前为什么一开始做的会经常不一样呢？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的理解，不是非常的准确。那 MBTI 的16型人格分类它测的是什么呢？测的是你这个人的倾向，它不是什么呢？它不是你这个人的表现，也不是你这个人的技能，也不是这个人你想要成为的理想的样子。就是我再讲一遍，测试的是你本人的倾向，不是你的技能，不是你的表现，也不是你想要成为的样子。那以我自己为例，那大家知道我呢，其实在工作中呢，包括我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呢，我学的是理工科，对吧？然后呢，我也是数学、计算机分析能力比较强的这样一个人。那我的工作中也大量需要这样的分析能力。因此呢，很多时候我会觉得，也许我是一个是一个 thinking 的人，是一个偏逻辑的人，对吧？其实不是，其实我的这个人的性格呢，其实是偏 feeling 的，是偏情感的。但是呢，因为我受到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教育，使得我有很多的在逻辑思考方面的技能，但这个呢，并不是我的倾向。所以 MBTI 要测的是你的倾向。那怎么能够很好的测出一个自己的倾向呢？就是不要去想我平时表现是什么样的，我的这个做法是怎么样的，我的技能是什么，就是往后轻轻的躺，非常放松的去说，遇到这种情况，这个问题里这个情况，我最舒服的，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一边，是这边还是那边？然后这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，就是这里面不能有判断，不能觉得外向性格比内向性格好，我又有一点外向，有点内向，那我选外向吧，因为我觉得外向好一些。这个没有判断，没有谁好谁不好，只是去选择你觉得最符合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的这样的一点。所以呢，我再重复一下，你要这样做才能够做的对你来说特别有用、特别准确。第一个，测的是倾向；第二个，不要有判断，没有对错。然后，如果你测的这个次数比较多，每次都不一样的话，你就多思考一下我刚才讲的，然后最后你一定能测出来一个比较稳定的，能够表达你自己的性格倾向的这样的一个答案。然后呢，当你呢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呢，你就会更加的了解你。就比如说对于我而言，当我测出来之后，我就更加的接纳我自己，说原来我是这样的人。
果然是这样的哟，而且呢，我应该有哪些优点，我有哪些缺点，而且你在这个事情上看着更加客观，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，并不一定是，要么是这个优势，或者是否定，其实不是，它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只是说啊，你是这样的人，然后呢，怎么样呀？你就可以去接纳自己，然后去发挥自己的长处，然后去思考自己的短处，然后去怎么样弥补他的短处。更重要的是，你如果知道了自己什么样的人，就更加适合去怎么样做一个选择。我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个路径？那这个呢，在MBTI 的很多网站都提供说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人格分类的话呢，你比较适合做的职业是什么？还可以怎么样用来找对象？其实现在有一些婚恋网站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些方法，它让你先做一个测试，很多就是 MBTI 的一个不同的版本，然后呢，再根据这一点，他觉得把价值观、性格取向比较这个相似的人，比如都喜欢这样的这个事情的人，比如说啊，我个人觉得 S 和 N 是非常重要的找对象的一个因素。我觉得 N 和 N 的人 ，S 和 S 的人在一起会比较好，这是我个人的看法。然后呢，最后要讲一点的就是。对于这个 MBTI 这个事儿啊，因为我个人在刚刚了解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我对它突然觉得很有用，对我的自我了解很有用，于是我当时非常的沉迷，这大概是10年前的事了。那我不仅自己狂热的去研究这个东西，而且怎么样，还去豆瓣上怎么样呀，去做了我这个类型的这个性格分类的这个小组，豆瓣小组的组长啊，做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啊管理，反正我当时特别狂热。然后狂热完了之后呢，我觉得呢，我又悟出了一个新的道理，就是呢 MBTI 这种分类啊，它是把所有的人分成了16种类型，然后呢，但是呢，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不一样的。你不能说，强行的把所有人硬框框的放到16框里，认为16个框里每一个框的人都是一样的，这个是不对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所以你可以去通过这个去做一个参考，但是呢，不能太迷信这个东西，不能太迷信这个东西。你适合做什么，适合跟什么交往，你还是要看具体这个人的情况，具体这个事情的情况来做这样的一个判断。最后呢，MBTI 这个东西从科学角度来说，它其实不是特别科学。在最科学的这样一个心理学研究里面呢，他们使用的是其他的一些方式，比如说有一种叫做大5人格分类，那个是心理学专业人士真的去使用的一种分类方式。只不过呢，我个人对 MBTI 呢更有感情，我觉得更适合我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样的场景。所以呢，如果呢你觉得你对这个科学性更加在意的话，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叫大5型人格分类等等之类的。那你如果测试出来是什么结果，然后你觉得这个测试非常准的话呢，你可以在怎么样呀？留言区告诉我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有什么问题，比如说我测出来是什么类型，我觉得这个东西我有一些疑问，你也可以放在怎么样留言区。那如果呢，我觉得我又可以回答的地方呢，我也会愿意怎么样回答给大家。好，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quiz， 大家猜我是什么类型，可以放在留言区，然后怎么样呀？我会告诉大家，在留言区告诉大家你们猜的对不对。好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个地方，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